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最近台湾缺蛋，买贵一点的鸡蛋其实还是有，但是不想买贵一点的鸡蛋，不要为难自己，还有很多优质的蛋白可以取代。很久以前就分享过自制豆腐的食谱，但是需要用到盐卤或是熟石膏这样的凝结剂。今天分享一款超简单的鹰嘴豆豆腐，所有凝结剂通通都不要，只要鹰嘴豆加清水就可以做出鹰嘴豆豆腐咯。不相信是吧？真心不骗，真的超级简单，立马来备料。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首先主角鹰嘴豆，也就是台湾说的雪莲子，我们先清洗一下，先冲洗掉表面的杂质灰尘，然后不好的杂豆也可以挑除。接着把鹰嘴豆浸泡10到12个小时，赶时间的话甚至可以用热水来浸泡，就跟要做黄豆豆浆一样的浸泡方式。这一碗是我事先泡好的，干豆吸饱水分之后变湿豆，重量大概就是干豆的2倍，所以100克的干豆大概会泡出200克的湿豆。泡豆子的水可以不要，直接取湿的鹰嘴豆，湿的鹰嘴豆200克加入500克的清水，直接用最普通的果汁机或者是调理机来打哦。用破壁机的不用打到特别的细腻，因为这个配方是需要滤除渣渣的，太细的话反而不好过滤，直接搅打个30到40秒就可以。用过滤网或是过滤袋都可以哦。我用的这个就是绿豆浆的珍珠豆浆过滤袋，非常好滤。这个过滤袋真的很耐哦，用了10几年也坏不了。这个网路都可以买得到，就跟做豆浆的过程一模一样哦，直接把鹰嘴豆的豆浆跟渣渣给分离。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哦，鹰嘴豆真的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钠含量比黄豆版的低很多。鹰嘴豆豆浆跟黄豆版的豆浆最大的差别就是鹰嘴豆豆浆含有些许的淀粉质，这个天然的淀粉质呢，刚好可以透过加热成为凝结鹰嘴豆豆腐的材料，所以制作鹰嘴豆豆腐的过程完全不需要加上任何其他的凝结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挤到完全干燥的豆渣，大概就是这个分量，可以拿来炒豆酥、做点心、做鹰嘴豆饼，甚至可以干燥之后呢当宠物的零嘴。我们家的黄金鼠超级爱吃，想要做豆酥鳕鱼的那个炒豆酥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之前的影片哦，我有分享过做法。刚才说过，这个鹰嘴豆豆浆呢里面有淀粉质，所以一定要搅拌之后呢再倒入锅中。我们要准备开始加热，我们就直接开中火加热，目标就是要把鹰嘴豆豆浆煮到滚沸。因为有淀粉质嘛，要避免烧焦，所以在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搅拌，然后记得火力也不要过大哦，否则真的很容易烧焦。太小也不行啦，煮不滚，所以我说要用中火，就不断的边煮边搅拌。你会发现这个鹰嘴豆浆变得越来越浓稠，还没有好哦，要煮到滚沸。发现底部开始冒泡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滚了。这时候呢还不要关火，就是不断的再搅拌，再浓缩一下。我们把水再收干一点点，大概就是滚沸了之后呢，再收个2到3分钟。收的时间长短跟豆腐的扎实度有关，想要更扎实一点的，可以收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喜欢软嫩一点的口感，就不要收太久。老实说，这个原理呢，跟做绿豆凉粉很像哦。管它叫豆腐还是凉粉，都好吃。我们就把它静置，彻底放凉。常温下静置放凉，大概1个半小时跑不掉。想加快速度定型，可以放冰箱冷藏。特别是想吃冷豆腐口感哦。静置定型放凉的过程，我们来做一个经典的万用豆腐酱料。材料全部打在荧幕上方咯。新香料我们热油泼一下，激发它的香气。接着加入其他所有的调味料，把它们全部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想增加风味的，甚至还可以加入皮蛋，超好吃。把这个淋酱呢彻底的搅拌均匀哦，甚至可以多做一些放到密封保鲜盒当中哦，放冰箱冷冻，冷冻放的时间可以更长。这一块是前一天先做好的鹰嘴豆腐哦，已经凝结完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软嫩 Q 弹。怎么样确定已经凝结完成了？就是边缘呢可以跟盒子分离，然后这个鹰嘴豆豆腐会出一些水分哦，这水分可以倒掉。然后这个模具呢之前都没有抹油，非常的好脱模，用最普通的保鲜盒都可以哦。这个豆腐冷吃就很好吃了。
我在表面画上一点纹路，让酱料更好密进去。先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淋酱的表面，真的超级像豆腐，光光滑滑的，好可爱。卖手真我知，我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软嫩。直接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料，不是我第一操配，这个酱料你一定要做一次，真的爆炸好吃，一定要撒上画龙点睛的香菜。这个豆腐想要热吃其实也可以哦，但是记得就是煎炸的时间呢要短一点。煮汤的话也是汤滚了之后再加入哦，不要烹调太久，因为毕竟它内含的淀粉质预热之后呢可能会软化，煮太久可能会变得太软了。这个煎过之后吃起来的口感非常像我记忆中的一个食物——宜兰高渣，有吃过吗？超健康、超好吃又超美味的鹰嘴豆豆腐，等你交作业。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Might be over my troubles.